窮人家的孩子盡可能的要早一點認識到，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人都是把渾身解數用到了嚇唬你的身上。如果說你現在是生活在底層，並且呢想要翻身創業，想要賺錢，競爭呢還想得到成功，工作呢又想得到進一步的提升，那麼你一定要懂得2個字，叫做祛魅。为什麼這樣講呢？其實真相就是很多人把自己打扮得光鮮亮麗，氣場十足目的呢就是為了讓你自卑罷了，讓你喪失和他們競爭的一個勇氣。我舉一個例子可能會更生動形象一點。你見過哪一個真正的有錢人是開着勞斯萊斯的呢？一個真正有實力的人，如果說他要是沒有那種藏鋒守拙的本事他上哪兒留得住他的家財萬貫呢？當然也不能包含全部，可能有那麼幾個個別的案例吧那麼我有一個朋友是銀行的一個高管，就之前吃飯的時候他跟我講過一件事兒，就是真正能夠存款上千萬甚至上億的客戶都是非常低調再低調的，财不外露，那是為了保命。那反而呢是有個幾十萬或者說100-200萬這種的客戶，巴不得把金銀財寶都掛在身上，生怕別人看不到這就是一種作死的表現那麼反過來講，開勞斯萊斯那些人的目的又是什麼？第一個，在互聯網上他確實有流量，小金人嘛，對吧？那麼第二個呢，他不就是為了讓你覺得他很有錢嗎？那麼這個覺得的背後的代價是什麼？我都不用拆解了，用腳趾頭都能想明白裡面的事情。你再看那些商場裡邊奢侈品專櫃的裡面的那些櫃姐和服務員，大部分不也是個大專畢業乃至高中畢業嘛，對吧？往那兒一站都開始斜眼看人了。所以我告訴你一個真相，就是在你通往成功的路上，真正难為你呢，他不是最終的 boss， 往往是路邊的雜魚和蝦兵蟹將如果你面對這些虛幻的假象真的自卑了，自我否定了，那麼他們的目的呢是真正的達到了，他們就成功的把你排除到了與他們競爭的行業之外。所以千萬不要自己嚇唬自己，更不要自我設限這個世界上好多的事你就是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鬼屋的遊戲。當你進入到鬼屋的那一刻，那些張牙舞爪的怪物都湊近了你。當然呢你湊近一看，他們只是一個塑料道具，僅此而已。這個世界上本質就是一個巨大的草台班子，台上穿着龍袍的呢，他不一定是皇帝，有可能是臨時工；台下鼓掌的人不一定是觀眾，有可能是隱藏的大佬。你完全可以用那種逛廟會的心態去看那些台面上的人虛張聲勢。這個世界上你要記住，吆喝的越起勁的人，說明他心裡越是沒有底的人。自信這個東西它不是等你有錢了成功了以後才來的，恰恰是相反的你只有真正的相信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自信刻在你自己的骨子裡面，你才能夠真正的走向財富的成功說的再直白一點，就是你踏出來的第一步，首先要學會吹牛逼，把自己吹的自己都相信了，然後呢再實現自己吹過的牛逼那些試圖嚇唬你的人，放心，他心裡比你還沒有底牌呢。而那些真正能夠是大佬級別的，反而呢他是比較平和溫順的，因為他們從來不需要靠外表去唬人。就像我直播的時候講的一樣真正的做到外儒內法。所以請記住各位朋友，你比想象中的更強大，只不过是你被这些虛構的假象唬住了你自己原有忘卻了的翅膀，所以呢你無法飛向更高的地方。所以說這個世界上許多的高牆建築不過是人們用恐懼砌塊堆砌而成的一個石磚牆，推倒它往往只需要你向前一步的勇氣和堅定不移的一個信心。當然那些試圖讓你覺得你自己不夠好的人，其實就是在用你自己的不自信來粉飾他們的虛張聲勢而已這個世界本就如此。當你停止了比較，停止了羨慕，他們所做的這些事情就全都失效了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門檻，往往只是刷了一層金漆的木頭門框，一劈就爛
那些讓你望而生畏的那些規則，可能只是某個小辦公室裡面2個工作人員的臨時起意的妄想罷了。所以說別被表面給唬住了，這個世界上就是沒有他假裝出來的那麼嚴肅真正的力量是來自於你自己對自己價值的一個確定，來自於你自信中長出來那種心無旁騖的無堅不摧的那種態度和心理。而這一切都不需要其他人來給你認證。當你不再被那些虛張聲勢的表演所打擾或者說所影響的時候，你就已經打贏了最重要的一局了对这個世界祛魅是一個人變強的開始。這個世界上最厲害的魔法就是自己先相信自己，然後呢，別人就開始慢慢的相信你了。別讓那些紙老虎偷走了原本屬於你自己精彩的人生，勇敢去當自己人生中的一個主演，放下對權威的崇拜，做自己內心堅定的一個追隨者，把追捧別人眼神中的那一束光往自己的身上多看一看，說不定你也可以成為別人眼裡的那一束光。